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迪丽热巴和秦岚担任导游，出力难讨好大家，制造的惊喜显得寡淡。花少思路记播出以来热度还是很高，意义重大，但大家为了担任导游，尽职尽责的表现未必博得好感。目前播出的集数是秦岚和迪丽热巴担任导游，两人搞得神经兮兮，让人以为是很重大的事。其实大家出去玩，很多活动应该都积极参加，但他们为了制造惊喜，经常脱团单独行动，这似乎与节目宗旨有点背道而驰，显得不够团结。迪丽热巴在前一期因为没有定制好餐厅，让大家很扫兴，因为时间没有定好，回来吃火锅，虽然皆大欢喜，但也说明迪丽热巴办事能力有问题，或者是因为语言交流不到位，导致没能享受美食。在克罗地亚准备去看日出，结果5点30分就让大家起床，平时睡得很晚，大家都很困。其实这是满足秦海璐的愿望，为了满足一个人的愿望，拖累大家，这似乎有点不科学。在设计出游项目的时候，大家应该商量决定，这样才能显得合理，而不是2个人来决定。当然2位导游也是想满足大家心愿，制造惊喜，但还得看大家愿不愿意。看日出，大家都很困，而且观看的没有选好，后来开车重新寻找地方。秦海璐好像也不是十分想看日出，她也很困。辛芷蕾因为肚子不舒服没有去看日出，其他都去了。其实也就那样，没什么新鲜。当然秦海璐说到了这样的年纪，可能来这里看日出可能是最后一次。看完日出大家都补觉，秦海璐和辛芷蕾出去逛街游玩。后来安排的是大家去游泳和打水球，结果迪丽热巴和秦岚都没有参加，因为他们2人去准备晚上的沙滩野餐。打水球的时候只有秦海璐、辛芷蕾、赵昭仪、王安宇和胡先煦等5人，和一群老外玩耍。其实大家都不是很熟，也玩不好，只是气氛还好，但没啥看点，因为和老外没什么交流，基本上各玩各的。专业的和业余的怎么能够玩在一起？晚上的野餐也只是搞个形式，并没有深度的内容，因为不能烧烤，只是准备一些吃食，然后弄点气球和蜡烛。当天是国庆节，所以惊喜是这个。导游的目的是推荐一些好玩的活动和欣赏当地的特色美食，可能大家对当地都不是很熟悉，只是满足每个嘉宾的一些愿望，最终这样的效果也很一般，并没有太多惊喜。可能这一季的主旨不一样，大家看起来似乎都很和谐，并没有什么不高兴，但每个人想什么，可能未必都表现出来。这季叫丝路记，不言而喻，就是想表达那些和中国友好合作成绩的展现，的确也展示了很多。但离开这些成就的观察和学习之外，整个旅游显得很寡淡。节目热度还是很高，虽然不能和王牌对王牌相抗争，但比芒果台播出的其他节目热度要高。其实看点乏善可陈，远没有以前的节目耐人寻味。虽然以前的节目大家互撕，暗潮汹涌，但看点十足。这季表面你好我好，但大家应该对导游的安排也是有不少怨言，只是不敢说。早起看日出，应该向当地人打听，这里太阳什么时候升起，算好时间，安排好行程，这样不影响大家的休息。当然大家都不是专业的导游，所以担任导游的嘉宾要去学习如何安排好大家的出行。迪丽热巴很紧张，为了让大家看日出，几乎整晚没睡，搞得很紧张，这样导游心累，还出力难讨好，没有实际意义。迪丽热巴和秦岚都想花心思做好导游的工作，但他们可能想太多，反而有点弄巧成拙，出力难讨好。特别他们不参与活动，
显得有点不可理喻。对此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。